2024年8月3日下午4点半准时公开明昂莱武装正面系统最后一个据点。同志们，我们自同盟军8月3日全面攻陷缅军腊戌司令部据点群后，大批缅军及家属向同盟军投诚。截至目前，初步统计有超过5000人，其中还包括原东北军区司令缩丁少将、第一野战旅旅长廖敏威准将、新任军区参谋长丹丁梭准将、东北军区秘书长梭顶上校等缅军高层。其中，腊戌缅军的最高指挥官梭丁少将现年57岁，毕业于缅军国防学院，是闵昂莱同校校友。原本是1027行动第一阶段之后才被调任东北军区渡京。在腊戌缅军败局已定的情况下，闵昂莱为了保住颜面，还准备让密铁拉的99师师长梭莱准将接替东北军区司令。结果还没完成交接，梭丁就已经被同盟军俘获了。值得一提的是，腊戌缅军当中投降或投诚同盟军的官兵，有些已经在果敢老街投降过一次，所以对于投降流程已经驾轻就熟了。8月5日，缅甸军方发言人佐敏吞也罕见承认了腊戌缅军在战事中失利。佐敏吞表示，缅军已经丢失腊戌东北军区总部，因为腊戌城区通讯情况较差，多名重要指挥官已经失去联络。随后，佐敏吞解释道，面对腊戌遭遇的危机，缅军全力抵御，果敢同盟军的进攻，全体官兵已经竭尽全力战斗，甚至有女兵加入到战斗当中。但由于腊戌缅军总部家眷众多，腊戌缅军无法全身心投入到战斗当中，不得不考虑非军事人员安危，这也是最后失利的重要原因之一。与此同时，缅军首脑闵昂莱发表了关于全国安全局势的电视讲话。他在讲话中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把同盟军、克伦军、德昂军、人民保卫军等革命武装通通归类为恐怖组织，一再强调上一次大选中民盟盗窃选票和人民保卫军制造恐怖叛乱的行为，把打击电诈的功劳归给缅军方，同时还含沙射影地指责邻国。他的原话是，一些外国希望武装冲突继续存在，并希望塑造缅甸的形态，因为他们喜欢向来自不同政治派别的武装叛乱分子和恐怖组织提供资金、食品、药品、武器弹药、技术和后勤支持，帮助恶意媒体发动心理战。在中缅边境的一些明第五建立了生产武器弹药和爆炸装置的武器弹药厂，可以看到，这些工厂生产的武器弹药被出售并提供给人民保卫部队、恐怖分子和其他明第五安全部队缴获的大部分武器弹药都是这些工厂的产品。建立这些工厂并非易事，它需要花费大量金钱和技术力量，因此有必要对资金和技术力量的来源进行分析。缅甸南部武装组织使用的武器是从泰缅边境走私过来的，明第五和人民保卫军恐怖分子使用的通信设备、无人机和武器弹药都是从这些渠道获得的。据观察，果敢同盟军和德昂军正在使用技术升级的无人机炸弹和火箭弹，他们的无人机可以从国外市场购买，但他们与外国雇佣军技术专家合作开发这些无人机，并对其进行改进，使其有助于战斗。整段讲话有几十分钟，这里不一一列举，但可以肯定的一点，他认为腊戌战役之所以缅军迅速失败，是因为有外国势力的武器和资金介入，同时也暴露了缅军方高层对少数民族地区根深蒂固的偏见，认为缅北的民族就一定是落后的，就应该一直在山里待着，不配分享缅甸将来的经济发展。缅北的明第五就肯定是穷的，连几条武器生产线都买不起，能拿到无人机就是外国势力干涉。如果果真如此，瓦联军这么多年阅兵展示的武器，闵昂莱难道一直视而不见吗？拍摄阅兵场面的不都是无人机设备吗？小猛拉的经济应该也不输缅甸任何地区，固步自封的其实是缅军自己。推翻民选的昂山素季政府，大搞电诈毒品人口贩卖，军队吃空饷拖家带口冲人头，这样的军队能有战斗力吗？前几年确实有报道称，德国方面原先想把几条武器生产线卖给果敢，后来又转卖给了佤邦。近期的同盟军使用的大批武器也确实有很多瓦联军仿制的枪械，但问题的关键是缅北明第五的存在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从缅甸建国之初缅军政变开始，已经打了整整70多年内战，武器弹药的泛滥已经司空见惯。而缅军指出的同盟军无人机也不是什么高科技产品，一般都是些国内常见的农用无人机改装的。缅军前段时间不是也从泰国走私了上千架无人机，组织无人机大队吗？怎么没有起到同盟军的效果？而且从俄罗斯进口的无人机干扰器也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北方邻国已经在缅军方的要求下关闭了中缅边境的5大口岸，很多生活必需品也只能通过缅军方认可的木姐和勐拉口岸通过，还在努力通过谈判促成缅军方和三兄弟联盟的和解。这个时候缅军方跳出来无中生有的胡乱指责，显然是不明智的，除非缅军方找到了新的靠山。确实有报道称俄罗斯方面可能会
会介入缅甸局势。缅军旗下的拱发党主席邀请俄罗斯反恐部门和机构与缅军一起共同打击缅甸的恐怖主义。他表示，缅甸现在的问题不是国内政治斗争，而是恐怖主义行为。缅甸现任政府的目标是确保在国家层面采取一切可能的安全措施。而缅甸革命力量方面指责缅军方公然邀请外国武装力量进来，是对国家主权和缅甸2008宪法的侮辱。缅甸团结政府的临时总统也说，基本上可以猜到俄罗斯大概率会参与进来，很有可能是俄罗斯和缅军之前就勾结好了，只等一个合适的契机，而这个契机就是腊戌。所以左敏吞火急火燎地宣布腊戌司令部沦陷。众所周知，缅军和俄罗斯方面有长期合作，并从俄方购买了大批武器，包括缅军在缅甸战场耀武扬威的苏30轰炸机。只是近期俄罗斯困于俄乌战场，才没有对缅军提供更多的武器弹药支持。可以预见，一旦俄罗斯能从乌克兰抽身，必然会将大批武器弹药提供给缅军方。而这个时间点其实也很明确，假如美国大选之后川普上台，会直接推翻拜登现有的政策。他也已经在大选阶段很明确地表达过，出于自身利益的角度会考虑出卖乌克兰的利益，而且川普上台的概率不小。俄罗斯现在已经在为战后做准备了，直接介入缅甸战场，维持在南亚的存在，或是其帝国扩张的又一步。所以已经在缅甸全国失去75个城市的敏昂莱才会信誓旦旦地表示，不仅要夺回整个善邦，还要夺回整个缅甸。他显然是对现在中方斡旋和谈的条件不满。在腊戌失利后，敏昂莱随即解除了第2特战局局长乃乃乌中将的职务。不过名义上刚接任腊戌司令的99师师长索莱准将却神奇地逃过了处罚。也有消息称索莱已经神秘失踪了。另外打脸敏昂莱的是，德昂军经过1个多月奋战，已经完全占领了甲梅缅军501营、502营基地，完成了对角梅的全面控制。而角梅缅军的主要负责人正是8月3日在腊戌被同盟军俘获的第1野战旅司令廖敏威准将。目前腊戌往曼德勒梅缪方向的公路沿线仅剩下西部缅军503、504和23营在坚持抵抗。自1027行动第2阶段开始以来，同盟军的控制区已经达到13000多平方公里，人口约120万。德昂军的控制区更是达到16000平方公里，人口超过100万。与此同时，若开邦、青邦、克伦尼邦3个邦已经被革命武装占领了90%的领土，克钦、善邦、克伦邦也占领过半。如果敏昂莱继续盲目自大，认不清形势，还想等俄罗斯的救援，恐怕会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参考俄罗斯先前卖给缅军的无人机干扰机，在腊戌战场对同盟军的无人机完全没有起到一点作用。当然，缅军还是保持了其一贯反人类的做法，出动战机对同盟军的大后方贵盖进行报复轰炸，造成当地至少8名无辜百姓死亡，1人重伤，街道房屋大面积受损。从7月初开始到8月5日，敏昂莱武装已累计向果敢地区实行了近11次武装空袭，造成22名百姓丧生，35人受伤。缅军还在国内煽动民粹主义，动员所控地区的军民从舆论上反对同盟军和外国势力干涉。近期中方驻缅甸大使馆也发布了关于在腊戌等地中方人员强化安全防范、尽快安全转移的紧急提醒，所以在缅华人还是要引起警觉的。对于同盟军而言，不论后期局势如何，首要任务还是要巩固大后方，确保腊戌在内的百姓生命财产安全。在同盟军攻陷腊戌缅军司令部后，据说又捡到了很多高射机关炮，不知道是否有机会重新组建防空营。缅甸局势将如何演变？欢迎订阅简易指南，下期再会。